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9月首发声，呼吁媒体别拍未成年，守护孩子的宁静童年。从领奖台的泪水到街头被拍的温柔，赵丽颖用9年诠释了演员的倔强与母亲的柔软。当镜头对准她5岁的孩子时，这位曾说过对自己没有要求，你还活什么劲儿的女演员，终于发出恳切呼吁：孩子的生活不是公共产品。赵丽颖终于不再隐忍，9月首次发声，字字恳切，竟是为了保全她。领奖台上那一滴眼泪，在很多人心里还没干，这位女演员就被另一种镜头逼到了边缘。人们记得她在2024年拿下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和金鸡奖最佳女配角时哭到说不出话的样子，记得她用尽全力把每一句台词演进骨头里。眼泪里有奋斗后的释然，也有历年奔波的酸楚，更多的是那种把所有苦都咽下，终于见到回报的开心。这番过往让她成了不少人的榜样。农村出身，非科班出道的路子写着励志2字，她本人依据对自己没有要求，你还活什么劲儿啊说的真切，也被不少人反复引用。风光和舆论往往不是一条路。进入2025年，这位演员开始被另一种热度缠上。和导演赵德胤在作品《乔岩的心事》里合作后，网络上出现不少牵扯，把2个人的正常互动看成某种异样关系。一起走活动、首映会被扶手的画面，在镜头前大家互相照应的镜头，以及有人拍到他和儿子想想与导演同框的片段，全部被拼接成一出剧情。网络的速度把单一画面放大成了关系论证，很多细枝末节被反复放到显微镜下观看。面对铺天盖地的猜测，他最初选择沉默。沉默是一种策略，也是一种无力。作品即将播出时，舆论还紧咬不放。某次活动中的一句短评，让他终于回了一句3个字的回应：算你没。这句话很快被放大成诗里粗鲁的证据，连带新剧播出后的网友反馈都被影响。网络评论从作品延伸到人品，作品本身的评价被情绪绑架，演技被忽视，这让他处在一种追赶镜头的疲惫里。职业圈里对他的评价并非只有负面，合作过的演员时常在私下里夸他敬业可亲，镜头前的严肃有时候是真的在深思角色，对粉丝的笑容也没有少过。他在电影《酱园弄》里是个戏份有限的配角，出现在宣传期的次数本就不多，没和主创频繁合体并不是不尊重，而是角色安排与节奏所致。可网络上的解读往往只看表面，一个人在某次活动里表情严肃，在某个封面合照里没有出现，就会被定义为没情商耍大牌。有时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一阵风就能把公众人物推到道德审判台前。时光往前拨回到婚姻与亲子之事的那段空档，他和冯绍峰的婚姻、生产、离异，这些私人事务在公众视野里流转。离婚后，他把更多重心放在儿子想想身上，孩子成为他生命里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工作安排因此发生改变，不接戏就会淡出一段时间，接戏时也会把家庭考虑进去。这种选择在外人看来可能是一种淡出，实际上是一个母亲对孩子做出的优先级安排。对他来说，演员身份固然重要，但母亲这个角色不容妥协。9月19日那天，一组街拍让事情到达了一个临界点。狗仔机位里记录下母子温柔互动，大手牵着小手，弯腰听孩子说话的片段看起来温暖，人看到就笑。可那些画面不是出自他自己，孩子没有选择权，私人生活被生硬抽出来放在公众消费的市场。这位母亲终究按捺不住，她用公开文字明确表达诉求，现在以孩子母亲的身份，恳请媒体记者不要把镜头对准未成年人，他们的生活应该得到保护，谢谢。文字还带了一个求助的表情，读起来像是一个不想闹大的母亲在恳请邻里帮忙。这不是一次艺人与媒体的小摩擦，而是关于隐私、
伦理与法律边界的冲突。近年来，影娱圈流量运转的方式越来越倚重即时画面与爆点内容，粉丝文化推动下的平台算法也偏爱高互动的情绪化报道。拍摄未成年人并把素材投放到流量市场，不仅伤害孩子的成长空间，还可能触发对家庭成员的连续压力。法律层面上，民法典对肖像权与隐私权有明确保护，同时未成年人作为特殊群体，在社会保护中应享有更高的谨慎。在实际操作上，媒体从业者有职业操守问题需要面对，平台也有责任在内容流转的链条里设置门槛，避免以曝光量换点击的短视。公众讨论里常有两极分化的声音，有人觉得公众人物就等于开放展示，人们有权知道他们的生活碎片；有人觉得孩子不应被卷入成人的关注漩涡。把这件事放到社会结构里看，那是价值观在碰撞，一种是消费即正当，一种是尊重即底线。支持者说名人选了这条路就要接受，而反对者指出选职业不等于放弃基本人权，更不包括剥夺未成年人应有的安全和成长空间。粉丝圈的反应复杂无比，忠实粉丝在社交平台上替他打抱不平，转发他的声明，希望形成舆论保护的合力。冷评者则把焦点扯到情绪判断，把几年前的一句公关、一次活动的笑容或严肃当作证据，继续质疑他的亲和力。公关团队此时的处置方式就决定了后续节奏。低调而坚定的声明有助于把话题从个人攻击拉回到公共议题，合适的法律手段和媒体协商也能为孩子争取更长久的保护。娱乐圈的运作逻辑不靠空穴来风，一个热门话题背后是利益的叠加，某些媒体为了流量会优先推出刺激性的报道，部分平台为了留存用户则放大争议互动，少有人愿意在短期内放弃热度。改变这个生态需要多方共同努力，传媒机构要自律，平台需要微调推荐机制，法律监督机构要及时出手，公众应当回避对未成年人的好奇消费，粉丝团体也可在第一时间发出理性声音，这些都会逐渐把过度曝光的成本提高，减少投机者的收益空间。同情这位母亲的人不在少数，对很多看她成长、为他欢呼的人来说，他并非冷漠或装腔作势，屏幕前的镇定常常是职业上的习惯。曾经那句对自己没有要求，你还活什么劲儿啊被反复引用，一方面彰显他对艺术的认真，另一方面也揭示他对自我的高标扯。人设并非一张静态的照片，生活里的多面性需要被理解。观众应当记住，演员的职业标签并不能全面定义一个人的生活选择。有趣的是，公众习惯把女性公众人物放在更严格的评价框里。一个微笑被戏谑为作秀，一个平静的表情被说成冷漠。女性在情绪表达上承受的审视常常比男性更苛刻。这种文化心理与社交媒体的放大效应相配合，使得一位艺人的每一次公开露面都可能被切成无数片段，成为任意拼贴的证据。面对这种趋势，保护未成年人隐私就不应只是明星家庭的私事，而是一个社会信用体系需要修补的漏洞。写到这里，不能忘记那句在9月里被逼出的恳请，一句来自母亲的呼吁，短而有力。她并不是要把自己包装成圣人，只是在用母性的直觉指出一个简单的道理：孩子的生活不是公共产品。把这一句话推广成一种公共意识，比再多的争论更重要。为未成年人设立更明确的报道界限，为平台建立更严格的审核规则，这些都是现实可行的改进方向。在娱乐圈的喧嚣声中，赵丽颖的声音显得格外清澈和真挚。她在9月的首次发声，不是为了一部新戏的宣传，也不是为了商业活动的造势，而是出于一个母亲最本能的呼吁，希望媒体不要再拍摄未成年人，希望能为孩子守住一份安静和纯粹的童年。这一发声不仅在网络上引起了极大的共鸣和热议，更让无数人开始重新审视公众人物子女隐私权的问题，
也让人们看到了赵丽颖作为一个母亲的坚定与柔情。她不再只是那个在荧幕上塑造了无数经典角色的女演员，她更是一位在现实中勇敢捍卫孩子成长环境的母亲。回望赵丽颖一路走来的经历，大家对她的印象往往停留在草根逆袭、拼命三娘、国民女神等标签上。她用坚韧和努力完成了从农村女孩到一线女演员的跨越，她用作品证明了自己在演艺圈的价值。但当她在公众场合提到孩子的时候，她的身份却有了新的定义。她不是在用明星光环为自己赢得关注，而是在用真诚的态度呼吁大家给予孩子应有的保护。娱乐圈的光鲜与复杂，常常将明星与他们的家庭裹挟进舆论的漩涡之中，尤其是孩子的面容、日常和成长，往往被不加限制地曝光在公众面前。赵丽颖的发声实际上是一种勇敢的界定，孩子不是流量工具，童年不应该被消费。有人说，作为公众人物，赵丽颖的生活早已无法避免地暴露在闪光灯下，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孩子也必须承受这样的注视。成年人有选择如何面对媒体的能力，但孩子没有。孩子的每一次出镜都可能成为网络上的话题，被无限放大，甚至遭受不必要的评论和揣测。对于一个正在成长中的未成年人来说，这些目光和压力或许会带来伤害，甚至影响其心理健康和自我认知。赵丽颖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才会以如此恳切的语气请求媒体与公众给予孩子空间。这种责任感不仅来自于母亲的本能，更是她作为公众人物所展现的一份担当。在这则呼吁发布后，网络上掀起了广泛的讨论，很多网友纷纷留言表示支持，认为孩子确实需要一个安静的成长环境，不该成为流量的牺牲品。他们强调，媒体和大众应该尊重明星子女的隐私权，这是最基本的人性关怀和社会共识。同时，也有人提出，作为公众人物，明星家庭的一些信息难免被关注，完全杜绝并不现实。但即便如此，大家普遍认同，在涉及未成年人的时候，必须设立底线，不可以无节制的曝光，更不能将孩子当作话题来炒作。赵丽颖的呼吁实际上是将这一问题再次放在了聚光灯下，让更多人正视它的重要性。值得一提的是，这并不是赵丽颖第一次流露出作为母亲的温柔与坚定。她从不刻意展示自己的母爱形象，但她的行动却处处透露出保护的信念。她鲜少在公开场合谈论孩子，不在社交平台晒孩子的照片，也避免将孩子带入娱乐话题中。这种低调背后，是她对孩子的一种尊重和守护。相比于一些明星家庭将孩子当作综艺卖点或流量密码的做法，赵丽颖的态度显得格外可贵。她清楚，孩子有权拥有属于自己的童年，而不是活在别人的目光和评论之下。她要为孩子守住的，不仅是安静，更是一份独立而纯粹的成长空间。从另一个角度看，赵丽颖的发声也为社会树立了一种积极的示范作用。在如今全民娱乐化的氛围下，隐私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很多人甚至觉得偷拍、爆料是一种娱乐八卦，无伤大雅。但当事情牵扯到未成年人时，这种看似无害的行为其实可能造成长远的影响。赵丽颖的态度让更多人意识到，孩子不该被打扰，他们需要的是理解和守护，而不是追逐和消费。她用实际行动提醒大家，明星也是普通人，孩子更是最需要保护的一群人。她的呼吁，某种意义上是在推动社会去重新思考如何平衡公众知情权与儿童隐私权。回到赵丽颖本人，她的这次发声也让大家看到了她更加丰富的内心世界。她不仅仅是那个在镜头前光鲜亮丽的女演员，更是一个在现实中愿意为孩子挺身而出的母亲。岁月赋予她的不只是成熟与优雅，还有对生活更深的理解和对家庭更强的责任感。很多粉丝表示，他们不仅喜欢赵丽颖的演技和作品，
更被他身上这种真诚与善良所打动。他不去迎合流量的规则，而是选择守护自己最在乎的人。这种坚持和勇气，恰恰是他最动人的魅力所在。在结尾，我们不妨思考，赵丽颖的呼吁不只是属于她一个人的声音，而是千千万万个父母心声的代表。在现实生活中，多少家长希望孩子能远离喧嚣，安静成长？多少父母期待社会能给予孩子更多的理解和关怀？赵丽颖的发声，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每一个成年人，我们都有责任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更健康、更温暖的环境。媒体需要克制，大众需要理性，家庭需要守护，社会更需要共识。只有这样，孩子们才能真正享有一个属于他们的童年。所以，亲爱的读者们，当我们看到赵丽颖的这份呼吁时，不妨也将这种思考带入到自己的生活中。也许我们不是公众人物，也没有面对闪光灯的困扰，但我们同样会在朋友圈、社交平台上分享孩子的日常。我们是否也该为他们留一些隐私的角落？我们是否也该守住那份童年的纯粹？正如赵丽颖所希望的，孩子们不需要成为别人眼中的焦点，他们更需要一份安静与自在。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孩子成长路上的守护者，让他们在阳光下自由奔跑，而不是在镜头下小心翼翼。赵丽颖以一位母亲的真心发声，提醒了所有人，守护孩子就是守护未来。而这份守护不该只落在一个母亲的肩上，而是我们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共同责任。愿这份声音能够被更多人听见，被更多人理解，并最终转化为实际的行动。因为孩子们的笑容比任何流量和话题都要珍贵。演员王一博赛场夺目，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 AM 组勇夺季军。王一博从演员到赛车手的华丽转身，用实力证明热爱无界。珠海摩托车赛摔车后越战越勇，2024年 GT3 组别夺冠，2025年 China GT 再夺季军。这个极限运动狂魔用攀岩、攀冰和赛道上的每一次冲刺告诉世界，人生不该设限，突破自我才是终极荣耀。要说娱乐圈这帮明星，真是应了那句老话，叫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厨子。演戏唱歌已经满足不了他们了，非得上天入地，玩点刺激的。这不，王一博又整了个大新闻，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 AM 组别拿了个第3名。哎，等等，这王一博不是个演员吗？啥时候又成了赛车手了？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话说这王一博骨子里就透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想当年，他还是个摩托车手，在珠海参加亚洲公路摩托车赛，愣是拿了个 D 组新秀组第1，混合组全场第2。可谁也没想到，2020年10月，在珠海 ZIC 摩托车正式赛上，他的85号摩托车在最后一圈摔车，这事儿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心疼的粉丝们差点没把键盘敲烂。按理说，摔这么一跤，一般人早就打退堂鼓了。可你猜怎么着？王一博偏不，他心里那团速度与激情的火，那是越烧越旺。这不，2024年10月，他又以专业赛车手的身份出现在2024 GTSC 系列赛珠海站 GT3 组别的正赛中，搭档名将方俊宇，第1回合拿亚军，第2回合直接拿下冠军。这速度，这爆发力，简直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开了挂。到了2025年3月29日 ，China GT 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季前热身赛在宁波国际赛道开跑，王一博再次搭档方俊宇，顶住了恶劣天气，又拿了个亚军。这成绩稳的一批。你说他图啥？人家演戏拍广告，钱早就赚够了，犯得着冒着风险玩赛车吗？嘿，这就是王一博的轴劲儿。他就是喜欢这种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喜欢挑战极限，喜欢证明自己。话说回来，这次在上海国际赛车场，
他和队友潘君临驾驶85号赛车，在9月19日至21日的2025年度收官决战中，拿了个 AM 组别第3名。虽然不是冠军，但能在高手如云的赛场上拿到这个成绩，也算是不错了。毕竟，人家王一博的主业是演员，赛车只是个爱好，能把爱好玩到这个程度，已经很了不起了。有些人可能会说，王一博玩赛车是不是为了炒作，为了给自己贴金？老江湖，我告诉你，这种想法就太 low 了。人家王一博缺这点热度吗？他就是纯粹喜欢，就是想玩，不行吗？再说了，王一博这几年也没闲着。去年9月，在广西阳朔完成攀岩计划，今年2月又跑到西藏鸭龙冰川、人龙巴冰川等的进行攀冰训练。攀岩、攀冰、赛车、摩托车，这王一博简直就是个极限运动狂魔。话说回来，王一博这不务正业的精神还真值得咱们学习。人生嘛，就是要多尝试，多挑战自己，别老是窝在舒适区里，等着天上掉馅饼。与其羡慕别人的人生，不如自己去创造。当然啦，玩极限运动也要量力而行，安全第一。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像王一博这样，有钱有闲，还有专业的团队支持，才能玩得这么溜。咱们普通人，还是先从跑步、游泳这些简单的运动开始吧。不过话说回来，王一博这跨界玩得风生水起，也给其他明星们提了个醒。光靠颜值和流量，迟早会被淘汰。只有不断学习，不断突破自己，才能在娱乐圈站稳脚跟。所以说，王一博这次拿赛车第3名，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誉，更是给娱乐圈上了一课。告诉大家，别光顾着捞钱，也要有点追求，有点梦想。当演员王一博赛场夺目，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 AM 组勇夺季军这样的新闻传来时，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惊讶甚至震撼。毕竟，在大家的固有印象里，王一博是一名在影视圈、音乐舞台上发光的青年偶像，是拥有无数影视代表作和舞台经验的顶流艺人。然而，如今他却再次打破外界的认知，在赛车场上以实力赢得奖杯，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不同以往的多维度的王一博。这样的成绩并非偶然，而是他长久以来积累与努力的结果。赛车从来不是一项轻松的运动，它考验的不只是速度与激情，更是耐力、判断力、勇气以及精密的操作技巧。每一次转弯，每一次加速，每一次刹车都承载着风险和考量，而赛车手需要在短短的几秒钟之内做出最为精准的决定，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极大的挑战。王一博能够在高手如林的赛场上凭借实力勇夺季军，绝不仅仅是凭借明星光环，更是日复一日的训练、汗水和专注造就的成果。作为演员和偶像，王一博的工作日程原本就极其繁忙，拍戏需要长时间的高强度投入，舞台表演更是需要不断磨练体能与表现力。然而，他仍旧选择将赛车作为另一条并行的人生轨迹。有人或许会疑惑，为什么要如此辛苦？答案其实很简单，热爱。热爱是他坚持的动力，也是他勇敢跨越舒适区的原因。从舞台到荧幕，再到赛道，他都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人生没有边界，只要真心喜欢，就值得全力以赴。其实，赛车与演戏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相通之处。赛车要求车手在高速状态下保持专注与冷静，演戏同样需要演员在复杂情境下准确传递人物情感，两者都需要高度的自律和极致的专注。王一博在不同领域之间游刃有余的切换，不仅展示了他多方面的才华，更体现了他自律的生活态度和不断追求突破的勇气。这样的品质，恰恰是当下很多年轻人最为缺乏和最为向往的。而值得一提的是，王一博并没有把赛车当作一种噱头，
他并不是在用赛车为自己打造一个多面偶像的人设，而是真心实意地投入其中。过去几年，他多次参加正规赛事，从基础训练到正式比赛，他一步步稳扎稳打，积累经验。这种沉下心来的态度，让他在今天迎来了硕果累累的回报。换句话说，他是在用实际成绩证明，明星也可以是真正的赛车手。这种跨界成功背后，还映射出娱乐圈与体育圈的某种融合趋势。过去，人们往往会把艺人和运动员严格区分开来，认为两者的专业性不容混淆。但随着王一博这样的例子不断出现，大家开始意识到，职业身份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鸿沟。只要愿意付出，艺人也能在体育赛场上展现实力，运动员同样可以在荧幕上展示个人魅力。这种跨界融合，为娱乐行业和体育行业都注入了新的可能性。对于粉丝来说，这样的成就更是令人振奋。追随王一博的人们，不仅看到了一个在荧幕上发光的演员，一个舞台上舞动的歌手，更看到了一个风驰电掣的赛车手。他用真实的努力与成绩，为粉丝树立了一个积极的榜样。不要局限自己，不要害怕尝试，只要坚持，梦想终会实现。很多年轻观众在王一博的身上，学会了如何去面对人生的挑战，如何勇敢地追逐热爱。更深层来看，王一博赛车夺奖的意义，不仅是一个奖杯那么简单，而是他在向公众传递一种价值观：人生的精彩，从来不应被局限在单一的维度里。我们常常会因为现实中的束缚而畏惧尝试新事物，总是觉得这不适合我，我做不到。但王一博用行动证明，只要敢迈出第一步，并为之付出足够的努力，就可能收获不一样的人生风景。结论其实很清晰，王一博之所以能在赛场上夺目，不是因为他的明星身份，而是因为他真正用实力赢得了尊重。他的经历告诉我们，热爱是最好的老师，努力是最坚实的后盾。那些看似不可思议的成就，其实都离不开背后的汗水与坚持。而对我们观众来说，王一博的故事是一种启发。或许我们每个人都不一定能成为演员，不一定能成为赛车手，但我们都能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赛道。那条赛道可能是事业，可能是学业，可能是某个兴趣爱好。无论它是什么，只要我们愿意用心去坚持，就一定能迎来属于自己的荣耀时刻。在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王一博用赛场上的沉稳与拼搏，为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课。他告诉我们，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日积月累的付出与坚持。他也提醒我们，人生的可能性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多。不要害怕被质疑，不要惧怕失败，只有不断尝试和突破，才可能真正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亲爱的观众们，或许你们因为喜欢王一博而关注到这场比赛，也可能只是偶然看到相关的新闻。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次值得铭记的瞬间。希望大家在欣赏王一博赛道英姿的同时，也能把这种精神转化到自己的生活里。学会专注，学会坚持，学会为热爱全力以赴。当你敢于迈出脚步时，你的人生也许就会出现新的天地。所以，请不要停下追梦的脚步，不要让外界的质疑成为你放弃的理由。就像王一博那样，哪怕背负着无数的目光与压力，他依然选择勇敢追逐内心的热爱，并最终以实力赢得掌声。未来的你，也一定可以在属于你的舞台上，收获属于你的荣誉与光芒。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